今天开始精彩的沙漠盐湖之旅。这是一个从银川出发的沙漠五湖穿越线路，往骆驼湖走哈。对，那也是沙漠中的湖泊。这有一个湖，其实沿途不止5个湖，比如经过的这个湖，这里的盐湖如果平着看过去都没有什么出奇之处，只有用无人机才可以看出它有什么惊喜之处。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当时站在什么位置。出于安全考虑，没有往里走，选了一个相对开阔安全的地方起飞。首先将无人机飞到了120米，发现了一些橘红色的盐湖的痕迹。沿着湖边的线条飞一下，这个时候还看不出是什么形状。这个橘红色盐湖的面积并不小。当看到这个角度的时候，我觉得这像是一个乌龟的头部，而且头部一个非常清楚的大眼睛。太栩栩如生了，头部和伸出的脖子。这个发现让我惊喜若狂，于是我慢慢将无人机升到200多米，直到300米。现在高度已经升到了300米。由于风比较大，我将无人机降了下来。原来我就站在乌龟头部的旁边。风小了，我又将无人机升到300米，非常清晰的一个乌龟形状，连乌龟身上的纹路都非常清楚。我又将镜头旋转，当旋转到180度的时候，我非常清楚地看到了一片红叶，像不像一个完整的红叶？调过来看，又像是一个乌龟。尤其是乌龟的脑袋太像了。我这次的五湖穿越主要是去乌兰湖，被称为地球心脏血湖，而经过的这个湖并不在五湖穿越的名单里。从以往的信息来看，并没有人说到这个湖。可以说这个湖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惊喜。这个湖应该还没有名称，你们觉得它更像乌龟还是更像红叶呢？无人机再次飞起，看一看周边的图案。以前在国内旅行，给我印象最深的湖泊是西藏阿里的一错再错湖，另外还有青海的盐湖。而这次从银川出发的沙漠盐湖之旅，其惊喜程度已经超过了前面2个湖泊群。能看到镜头下渺小的我吗？感觉无人机真的是一个旅行的好帮手，可以用上帝视角看到常人不能看到的角度。今天这个视频只是这次沙漠盐湖，尤其是乌兰湖的一个餐前小菜，而这个已经让我足够惊喜了。从明天开始播放这次的沙漠盐湖之旅、乌兰湖及五湖穿越之旅。今天要从银川去腾格里沙漠，途中要穿越5湖，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乌兰湖。这是一段非常精彩和惊艳的盐湖之旅。
看到了很多如调色板一般的盐湖，有绿的、黄的、蓝的、粉的、红的。尤其是到达乌兰湖的时候，简直被乌兰湖的美所震惊。乌兰湖被称为地球的心脏，从空中看，湖水如鲜血一般，也被称为血湖。今天从银川去乌兰湖，很多人去乌兰湖都是当天往返，而我选择了在那里住一晚，因为乌兰湖里有一个很不错的露营基地，于是我选择了这个露营基地的2日游，包含了吃住行。一路上景色非常不错，沙漠中的骆驼。你好，骆驼。Hello。这是我这几天看到的最美的一幅沙漠骆驼的图片。汽车继续前行，这是一段很美的沙漠公路，干净的公路两旁都是金黄的沙漠。我们忍不住下车拍照。沙漠公路，哦，好漂亮。我们2辆车结伴前行，另一辆车的几个女孩都是当天往返。看这条公路多美。去乌兰湖的路上也会经过几个湖，这里经过的是太阳湖和月亮湖。放气儿，放个气儿才行。准备先去太阳湖和月亮湖转一转。这2个湖有点像沙漠中的绿洲。回来之后站大沙丘上再拍全景。这边还有大小天鹅湖呢，是吧？对，10月底因为它俄罗斯天鹅来飞过来，就在这边啊。据说腾格里沙漠上有上百个大大小小的湖泊。去月亮湖又开始了一段冲沙，同行的几个女孩也是第一次体验冲沙。阿坡，冲！太棒了！然后俯冲一个。过山车。哦，飞起来喽！哦呦，天哪，这个很陡啊！还有一个啊，行，这个不够。再来一个啊！哇，冲向蓝天了！哦呦，哎呦，这个失重很明显。哦，这个爽，这个爽。还想要再来一次？又来了啊！坐车了？没坐错，你没坐错。来了啊！过这个时候不能冲出去，对，麻烦。冲出去速度太快，它就飞出去了。飞了。啊，上坡加速，到坡顶就要减速了，明白。不然就飞出去了。明白。哦。领队司机的车技非常高。又来了，哟，前面这个沙丘漂亮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又在这个沙丘。看这个沙线。哇，这个大腕儿！哦，飞喽！这就是最高了吗？哦，来！哇，好帅！太棒了！月亮湖那个停车点。到了一个高的沙丘上，可以看到月亮湖。这个湖的形状有点像月亮，所以叫月亮湖。几位美女和红色的越野车在拍照。今天天气真的很好，爬到更高的沙丘上看一看。另一辆车的司机在开车耍酷，也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拍到更美的画面。这片沙漠也非常的美。哇！现在车开到了太阳湖边。太阳。有点晃。这边湖的倒影非常漂亮。
尤其是今天的云，各种形状。逆光。这个湖也是盐湖。在这里，大家简单吃了汉堡快餐，继续前往下一个地方。离开太阳湖、月亮湖。从银川去乌兰湖其实也就100多公里，但是路上玩的地方很多，而且有一段是沙漠路。那就停了，是不是？一小段，享受一小段幸福时光。在进入盐湖前的这段沙漠公路都是非常好开的。而且两边的沙漠也很漂亮。有是吧？到这个地方开始右拐，向乌兰湖进发。这段好像没有标志。往骆驼湖走哈，那也是沙漠中的湖泊。去乌兰湖的路上会有5、6个大大小小的盐湖。路上遇到一大群牛。这有一个湖，据说形状像乌龟，我们去看一眼。我用无人机拉一个啊，看看能不能拉到很高的位置。这个就是大家昨天先睹为快经过的第一个湖。走到湖边的时候还不知道能看到什么，直到把无人机拉到200多米的上空，才发现了这个惊人的图案。首先我觉得像乌龟，然后又看到像红叶。不过昨天也有网友说这个像草莓，还有说只看头部更像是一条蛇。确实都很像，这真是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。从空中看这个盐湖真的太美了。可以说这路上的第一个盐湖就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我们又到了一个小盐湖，猜一猜这个盐湖是什么？这个盐湖当地人叫双色湖。飞无人机看一看什么形状。好像还不止2个颜色。真的是大自然的调色板。感觉我站在一个巨大的画作之上。往前开了10分钟，到了下一个湖。猜一猜这个飞起来是什么样的？有人说这个叫蛋黄湖，我觉得这就是一幅画。前面就是骆驼湖。对，这就是骆驼湖。乌兰湖这个骆驼湖是面积比较大的。住一晚，可能拉个晚人少一点。一早一晚，对，一早一晚人少一点。这里的车明显多了起来。骆驼湖到了。哦，这么多人吗？骆驼湖，这是地。看看这个是啥？
猜猜这个骆驼湖飞上去是什么样子？带你去个地方，那里鸟语花香，四季泉水流淌，牛羊追觅山岗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那里歌声悠扬，好像是比较粉色的一个湖。挂着红彤彤的脸庞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蓝天白云在水中央，星光伴着月光，看夜风舞蹈醉在草场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山水将人儿滋养，锦江湾着银桨，传唱纯洁的信仰。清风拂过的苍茫，世事轮响，唯有芬芳凝结时间在天使故乡。一路遥望泪还要皑皑绽放，炊烟袅袅，那是送给天堂的衣裳。无人机飞到了200米的高空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蓝天白云在水中央，星光伴着月光，看夜风舞蹈醉在草场。我带你去个地方，山水将人儿滋养，锦江湾着银桨，传唱纯洁的信仰。清风拂过的苍茫，世事轮响，唯有芬芳凝结时间在天使故乡。一路遥望泪还要皑皑绽放，炊烟袅袅，那是送给天堂的衣裳。每当风霜流马踏一山冰霜，路边杜鹃娇艳如银的掌心的雪香，但那过着些重香，阴雨悠扬。红叶山岗是那座叫玫瑰的姑娘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这就是被誉为地球之心的乌兰湖。从空中看下去，确实像一个鲜红的心脏。在腾格里沙漠上，一路上看到了很多盐湖，但是来到乌兰湖的时候，还是被这里的盐湖所惊艳。这里因为湖水像鲜血，也被称为血湖。乌兰湖有大小几个湖泊所组成，可以说每个湖泊都美轮美奂。这集视频比较长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离开骆驼湖，前往乌兰湖。这次腾格里沙漠是5湖穿越，现在前往最后一个湖乌兰湖。从骆驼湖到乌兰湖是一段高低起伏的沙漠路。哇，这真像过山车。很多人问去乌兰湖能不能自驾，原则上是可以的，只要你能找到路、4驱车，并且具有足够的自我救援能力。特意拍了一段从骆驼湖前往乌兰湖的沙漠路。
惦记了，哎呦，往左打，往左打。你看架子坑太多了，天呐！我看他好过瘾。我真棒哎，拍他的了，这多棒啊！对啊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跟无人机跟随似的。对，轮着来走，确实是大坑洞。上次走那个俄伯良那也是，哎呦，这全是大沙倍深，就没辆车，这就提心吊胆的哟。 7、8月是乌兰湖湖水最红最美的时节，所以来这里的车也不少。所以如果自驾也可以沿着车辙去往乌兰湖，不过这也是一个比较冒险的行为。一般游客还是选择了在银川包车或者拼车。去乌兰湖有1日游和2日游。 和我同行的几个女孩就选择了1日游，而我选择了2日游，因为我比较喜欢人少的时候拍空旷的大景，而住在那里一早一晚几乎都没有人，而且还能够看到日出、日落和星空。这段好似冲沙的路程非常的刺激，不过好在时间不长，10几分钟就可以到达营地，所以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一段难忘的路程。有些人问怎么拼车或者包车去乌兰湖，可以私信问一下联络方式。 怎么样？这一段沙漠路是不是很刺激？前面马上就到达乌兰湖和营地了。露营的话，晚餐会很丰盛。对，它烧烤、火锅，然后吃羊肉、羊脖。 留下来吧，老了，这就是乌兰湖。充电器，充电线。这就是我们这趟包车的营地，就在湖边。啊？下雨下的吗？这也是乌兰湖唯一可以住宿的营地。 白色摩托车帐篷，乌兰湖露营地。这几个女孩是1日游，也被他们安排了下午茶。我能坐在这上吗？可以呀，就专门给你们。这是休息室，来拍一下。哇！ 陈小资，对呀，这有点热呀。一会儿就好了。哎呀，来一个星空的休息室。晚上会很爽。吃饭在这吃。去看看我住的小帐篷。这很像阿拉伯风格的轻奢小帐篷，用的是睡袋，因为晚上会比较冷。因为一路上无人机飞得快没电了，抓紧时间在营地充电，顺便吃个下午茶。看来几个女孩非常喜欢这里的下午茶风格。沙溪，地上看到一只沙溪，看了吗？降级。对，那种太软的烤容易烂，这种又颠过来，有的好的。我们上次带那种，来全颠烂，然后冻头就已经。你炒吃的。我要把腿再往前摔一点。你去尝尝，开玩笑，我那羊肉挑120不卖。他起来一趟挺不容易。帐篷后面。这个营地很不错的是有一个不错的卫生间，不像其他一些沙漠营地都是自己找地儿。
看一眼卫生间。还不错呀。还挺干净。这可以洗澡。下午还是比较热的，太阳非常的晒。坐在帐篷下，小风一吹还比较舒服。我有点坐不住，还是先去盐湖看一看。哇，5点了，还那么多车。这些车上插着杆子的，都应该是拼车包车的。WiFi 已覆盖。这儿的牧民花巨资建了 WiFi。因为有 WiFi， 手机没有信号，但 WiFi 比较贵一点，包天1天60，1小时15。全副武装，防强烈紫外线。这就是乌兰湖。这个乌兰湖有大小3个湖。我特意穿了个鞋套。过去看看，好蓝，好红啊！水里的云，线好强，其实啥都看不见。所以，如果不带无人机来飞，其实就比较难领略这种景色。这里面有帮着飞无人机的，200块钱，可能会飞3个地方。刚才看到一个人。不过来这里的无论旅行团还是包车拼车，一般都会带个无人机。我们这个营地好像也有无人机服务，不过肯定还是自己带无人机，飞起来更随意。看看，这就是乌兰湖，好晒呀！看这颜色，看地上的小水塘，很明显是红色的，就近处上可以看到很红，但是太亮了，远处把蓝天映衬出来了。等一会儿飞一下无人机。等游客散去，我准备尽情的飞无人机了。先选择了一个湖边起飞，立刻清晰可见红色湖泊。无人机慢慢飞起，人影越来越小。一切的语言都是苍白的，慢慢欣赏。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湖。离它很近，就看到了这个著名的湖泊。这个就是被誉为地球之心的湖泊，颜色非常深，深红色的。能听到心跳吗？我又走到另一个湖的湖边，这个湖更大。可以看到湖边的我们。无人机再次升起。我这次走进了大湖，
当无人机再次升起的时候，被眼前的画面惊呆了。我想连艺术家都不敢想象这是大自然的杰作吧。就可惜无人机电池只能飞半个小时，换块电池继续飞。这次飞得更高一些。我已将无人机拉到了将近400米。这个乌兰湖每年7、8月时最好的时节，因为雨季雨水多，湖水的颜色更红。其他时间应该也可以看到，但是效果应该没有这么好。多美的一颗地球之心！这个是3个湖里最大的一个湖。整个乌兰湖的全貌。眼看太阳就要落山了。现在整个乌兰湖只有我一个游客。感觉我的无人机都在跟着颤动。这就是被誉为地球的心脏的乌兰湖。回营地取了一块无人机的电池，又回到湖边来拍日落。哇，这日落赶上了。现在是晚上快8点了。也不错哦。湖面像镜子一样，也看不出颜色了。
这里正对着落日，在这里飞一下无人机。不过太阳落山实在是太快了。并不是所有鸟儿都飞翔，当夏天过去后，还有些花未曾开放。落日时分，俯瞰这片盐湖是这个颜色，比较暗，明显不如白天鲜艳。很多人都问，为什么这个盐湖颜色这么红？据说这里的盐湖有非常丰富的微生物，而这些微生物能够产生红色的色素，所以湖水显得特别的红。不知道这个解释是不是科学合理？尤其是从空中往下看，颜色特别的红，这也是我经常用俯拍的原因。直到把最后半块无人机电池用光了，返回营地。没吃晚饭，老板给我做什么？辛苦，一点就够了。晚吃点多少？别浪费了。我每个搞了一点点，但是菜品咱们都好，还是上齐。好的。哇，太漂亮了！很多人都问我这个2日游的价格，吃住行全含1000多。今晚可以看星空了，多好啊！晚餐在这个白色帐篷里吃。哇，这么丰盛啊！坐。好，你坐这儿。好。哎，好嘞。虽然今天只有我一个游客，饭菜还是非常丰盛的。看一看，过夜的晚餐太丰盛了。这是羊蝎子吧？羊脖子，羊脖子，羊脖好嫩，这个好吃。我不吃辣，调料不要辣的就行。你不吃辣？对，我吃清汤里边的。啊，这边有清汤。好。这个是吧？这是扣汁。好。羊脖。好吃。必须表扬我们这个司机兼领队兼大厨，饭做的真的好吃。专门吃羊脖底。哦，我们当地人一般就是羊脖，比较补气，这肉还蛮多的。对，羊脖。而且它这个肉好啃，对呀，周围这一圈，对呀，特别好啃，就是这样方便。这真的好吃。哇，真漂亮！可惜你们看不到这满天繁星。今晚的星空真的太美了，可惜手机拍不出来。哎呦，天亮了。早上定了闹铃，6点钟，想看日出。睡袋。晚上有点冷，不过这个睡袋很保暖。看看外面的天气。充电的。从营地里就可以看到日出。本来想走到远处的沙丘上去看日出，不过觉得没有前景反倒不好看，干脆就在营地里拍一拍。可以拍个延时，飞一下无人机。
远处的盐湖，下面的白帐篷。感觉来乌兰湖住一次帐篷也是挺好的一个体验，能避开人群，可以看日出、日落、星空，吃大餐都不错。看我用手抓无人机。地球的心脏。早晨趁着没有人去乌兰湖拍摄，和红色之心已经被保护起来，不让进入了。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。这个乌兰湖虽然离银川比较近，一般都从银川出发，但它属于内蒙古的地界，在腾格里沙漠里面。你的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。感觉这个大湖的颜色是最美的，而且湖面上一圈一圈不规则的图形非常的漂亮。一些灰白色的是露出的盐碱地。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穿着鲜艳的长裙躺在上面摆造型。当一个人成了谜，最后来一个360度全景扫描。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。当一辆车消失天际，当一个人成了谜，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，就像你不知道这些盐碱地有的地方比较松软，为了安全没有往里走。看这个安定 pose 摆得如何？现在早晨8点多，已经开始来游客了，所以我也结束拍摄任务，去吃早饭。哎呀，凯旋而归，吃早饭了吧？水果餐。再见，乌兰湖。这就是